这支世界杯新军有多惨？没淡水，躲火山，孤悬海上，资源为零。20年前，他们位列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2年前，他们才第一次参加非洲杯正赛。而如今，本土仅有5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福德角却力压非洲雄狮奥纳纳领衔的卡麦隆杀进了世界杯，成了美加墨上第3支新军，更是就此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你跟人说福德角能去世界杯，别人会觉得你真是厕所里啃榴莲，怎么张得开嘴？世界杯中确实出现过诸如中北美小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者只有30万人口的冰岛，但别的国家困难再大，都有整片的土地，有成规模的人口，至少办得起足球联赛。而今年是福德角独立的50周年纪念日，他们直到2013年才在中国的援建下，拥有了第一座能容纳15000名球迷的国家队主场。因为国家由10个小岛组成，他们至今没有足球联赛，只有锦标赛。福德角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和某盘包装里的薯片一样少，人口50多万的小国，不仅世界上的存在感几乎为零，发展难度也堪称地狱级。因为国家大部分是火山岩，没有一亩平坦肥沃的土地，资源和农业已经堵死了。虽然全国超过40%的人口以旅游业为生，但福德角对平民游客并不友好。他们孤零零在大西洋中间，从葡萄牙直飞都要4个小时，非洲老铁们又不能太去得起。因为全国90%的食物都需要进口，导致旅游价格偏高。一般选择福德角的游客大多为登山或者冲浪爱好者，字面意义上的釜山海。而这个国家唯一的人工景点，竟然是一个在沙滩上搁浅的游轮船谷。这要给他们看看威海的布鲁维斯号，估计他们都得哭。不过也正是因为孤悬海上，福德角没有受到殖民遗毒和战乱影响，保证了国家发展、稳定与和平。这可是非洲，稳定就足够秒杀大部分地方了。其实不少球星都和这个小国颇有渊源，比如 C 罗的祖母就是福德角人，瑞典传奇拉尔森也有该国血统，但国家队又是另一个层面，没钱、没人、没场地，还没联赛条件。这种情况下发展足球水平，如果还想靠搞青训或者职业联赛，那真相当于用薯片当饭吃，可以但没必要。福德角能参加世界杯，必然是机缘巧合加弯道超车的结果。第一肯定要归功于世界杯扩军，第二则是该国宽松到离谱的入籍政策。以短时间成绩见效为目的的大刀阔斧规划，必须要敞开胸怀，更要脑洞大开。就像印尼疯狂从荷兰挖人，被葡萄牙殖民了500多年的福德角也可以组建个葡萄牙预备队，再加上他们允许双国籍，这样福德角足协寻找符合入籍条件的球员和从某盘薯片中找到空气一样容易。该国足协从2011年就开始着手各种规划和入籍操作，目前这支福德角队中90%人拥有双国籍，40%为福德角和葡萄牙，15%为福德角和法国，一半球员曾效力过5大联赛加葡超荷甲，比如绝杀喀麦隆的利弗拉门托就曾是意甲维罗纳的替补前锋，另一名35岁的老队长瑞安门德斯曾拿过法乙银靴，阿尔梅瓦雷拉曾代表葡萄牙客籍国青出战57场，15年前是赫赫有名的妖人。而主力中卫效力于爱尔兰联赛的罗伯托洛维茨，竟然是福德角主教练在他的社媒上发私信招募来的，你敢信？这些来自欧洲236联赛的现役球员入籍，极大提升了球队的下限。非洲传统弱队已经不再是这支训练有素队伍的对手，打毛里求斯、斯威士兰就像是我妈打我，甚至能跟埃及、加纳打得有来有回。他们的国家队排名也从120开外飙升到70位左右。讲道理，福德角应该是踢不过过去9届世界杯去了7次，首回合灌了他们4球，总身价是他们15倍喀麦隆的。但偏偏在世预赛的关键战中，福德角遇上了圆梦小能手奥纳纳，有他的地方就有奇迹。世界杯扩军是事实，但能淘汰喀麦隆直接晋级就不能说考抽签了。小小的国家，大大的梦想，福德角晋级世界杯，我们一起见证了历史。